新北市三峡位在台北西南方约23公里，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小镇。因为地处山路，又有溪流汇聚，早年码头就设在如今祖师庙的桥头一带，热闹繁华。除了远近驰名的金牛角，这里还蕴藏着深厚的在地文化。我曾经接触过蓝染、陶艺、制茶、金工、篆刻、木雕等工艺，每一项技艺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这趟旅程将从三峡出发，徒步或骑单车环岛，看看台湾更多元的面貌。为了避开车流较多的路段，我选择了唯一的山路。现在回想，这个决定算正确的吧。虽然是山路，但坡度平缓，走起来轻松舒适。途中还经过一段蝴蝶飞舞的小径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就在接近大溪老街之前，意外发生了。前方的道路被一排风箱挡住，蜜蜂在空中穿梭飞舞。考量安全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原路折返。除了消耗更多的体力，走到一半还被路边的一只看门狗的叫声吓了一跳。后来我改往北走，沿着河堤继续前进。这段路会看见什么样的风景呢？让我们一起出发吧。你知道吗？桃园的大溪不只是老街热闹，这里其实曾经是台湾北部的交通枢纽。街上至今呢还能看到那些老建筑，一走近就像进入时光隧道。1803年，位于新庄的林本源家族因张权械斗避祸南下，选择在大溪落脚。林家的进驻带动了地方繁荣，奠定农业发展的基础。也积极投入米业与盐业的河运买卖。为了开发土地、兴建宅邸，林家自唐山聘请大量的木作师傅来台，兴建通义地。随着工匠聚集，小型市集逐渐成型，许多匠师选择落地生根，成为大溪木艺文化的起源。就会带到木业嘛，伸缩，然后报刀。
然后这个一直在敲的其实是卡榫、榫接、榫卯。它如果卡榫做的刚刚好，你没办法用手去把它砍进去的，所以你就得用敲的把它敲进去。那他后来搬去板桥，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如果要去寻他的产业，他就得靠坐船出去。可是坐船就会淹大水，你也不能出去嘛，然后没水你也不能出去嘛，所以会有各种原因导致他没办法去巡视产业。直到林家第4代兄弟迁至板桥，发展为今日著名的林本源园邸。尽管人离开了，林家留下的文化根基却深深植入大溪的土地与记忆中。日治时期实施4街改正计划，当时的建筑风格深受西方巴洛克与闽粤传统建筑的影响。大溪的街屋出现大量立面雕花与弧线设计，形塑出中西融合的独特街景。至今仍可见的建成商行，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之一。为什么会有中西合并？就是呢，学建筑的是日本人，盖房子的是台湾人。在老街上看到一些它里面的雕塑，根本就是中式家具会出现的。建成商行原为巨子简阿牛的住所，他被誉为本岛实业界的霸者，当时掌握大溪几乎所有煤田，更涉足多元产业，从林家的落脚到木艺的传承，从街道的更迭到建筑的演进，穿梭其间，不只是走过老街，而是与一段段时代记忆相遇。这个就东西送你。好，拜拜。下次来，拜拜。往新竹关西方向出发。无人巷的由来据说是这样的：从前许多诗人路过这条红砖小巷，常会一边吟诗作对。巷子对面是日治时期长官的住所。阿伯说，以前这里根本没有小偷，因为只要偷东西就会被日本人打屁股，痛到3天没有办法坐椅子，感觉超痛啊！如果在这边搭帐篷，晚上睡觉离开帐篷的时候，你要有手电筒。哦，OK，会有蛇哦。